我们讲了日本的至高父神伊邪那岐，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讲天照、月读、须佐之男三姐弟之间的故事吧。当伊邪那岐从黄泉归来，全身上下受到污染的他非常急切地想要清洗自己的身体。这个时候的他用典型的日本的清洗方式，首先在清洗自己的左眼的时候，诞生了象征着太阳与光明的天照大神，而后在清洗右眼的时候，诞生了象征着月亮的月读大神，在清洗鼻子的时候，诞生了象征着狂暴的风暴之神须佐之男。三贵子的诞生标志着日本神话奠基已经完成了，这时的天地万物基本上都已经诞生出来了。此时的日本神话由原先的混乱走向了秩序。三贵子之中，第一个诞生的是太阳神天照大神，他是掌管着高天原的最高神明，同时也是日本天皇的祖先。而在以后关于神的神话之中，都是围绕着天照大神而展开的。天照大神在治理高天原期间，发现在人间有一名名为宝石神的女神将要来到高天原，于是就派自己的弟弟月读去迎接宝石神。宝石神是一位女神，是掌管着大地上所有谷物与丰收的神明。当宝石神知道月读大神将要来时，便非常欣喜地去迎接。只见宝石神向陆地的方向吐出了大米等食物，然后又朝着海洋的方向吐出了各种各样的鱼类。他吐出各种食物之后便储存起来，打算在宴会的时候宴请月读大神。见到宝石神竟然在嘴里吐出来食物给自己吃，月读大神脸色大变，月读大声地指责宝石神竟然用吐出来的食物给他吃。说完之后，月读大神便拔出佩剑将宝石之神杀掉了。当月读大神回到了高天原，将这件事告诉了天照大神。天照大神一听非常的生气，严厉的指责月读竟然将丰收之神杀死了。说到这里，天照大神便赌气发誓道，从此以后再也不与月读大神见面。经过了这件事之后，天地之间便有了白天与黑夜的分别。待到天照大神消气之后，便派天雄人去看守宝石神的尸体。而这时宝石神的尸体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，只见他的头变成了牛和马，头壳上长出了小米，眉毛长出了蚕，肚子上长出了稻米，下阴长出了小麦、大豆和红豆。天雄人将这些物品取下来献给了天照大神，天照大神则将这些物品交给天翼君管理。从此之后，天下便有了蚕和可以耕种的植物了。话说伊邪那岐洗完双眼之后，诞生出天照和月读两位大神，然后在洗鼻子的时候诞生出须佐之男。在分封领地的时候，伊邪那岐命令须佐之男去掌管海洋。分封完领地之后，须佐之男便一直在哭泣，他想要到黄泉之国见自己的母亲伊邪那美。愤怒的伊邪那岐将这个不听话的孩子赶出了自己的领地。在须佐之男去往黄泉的途中，希望见自己的姐姐最后一面，于是去往高天原见天照大神。但须佐之男是灾害之神，他所到之地都产生了灾害与震动，以至于他到达高天原之后，众神们都以为他是来攻打高天原的。天照大神也感觉到非常的不安，担心须佐之男会抢夺高天原，于是天照大神身披铠甲，手持弓箭来迎接须佐之男。虽然须佐之男是破坏与暴乱之神，但他却非常信赖和尊重天照大神。当须佐之男来到了高天原，天照大神严厉地问他此行的目的。须佐之男一脸委屈地说道，我只是想来看一看我自己的阿姐啊。须佐之男虽然说明了自己的来意，但是天照大神仍然十分的疑心，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他们决定以生孩子的方式来确定他们相互不侵犯的盟约。这时天照大神取出须佐之男佩剑石握剑，取过剑来的天照大神将剑折成了3段，把剑放在了天真明井中洗涤了一下，然后将剑放在口中嚼碎，吹出的雾气变成了3位女神。而须佐之男则求取了天照大神的8尺琼勾玉，他将8尺琼勾玉在井中洗涤，然后放进自己的嘴中嚼碎，这时他吐出的雾气化为了5位男神。须佐之男在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之后，也就不着急着离开高天原了。而须佐之男走过的田地全都变成了荒地，他还将灌溉田地的水沟全部填平了。他杀掉了天之马，然后把他的皮丢入了纺织房之中。一名正在织布的织女因为受到了惊吓，不慎被锋利的梭子刺入心脏而死。他还在自己的姐姐天照大神的神殿之中
拉了一坨翔。天照大神看着自己这个捣蛋的弟弟干了这么多的坏事，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，于是赌气躲到了一个岩石形成的洞窟之中。太阳神躲了起来，天地陷入了黑暗，恶鬼群集，灾祸续发。为了重见光明，800万诸神于天安河边商议，引出天照大神。太阳神躲了起来，天地陷入了黑暗，恶鬼们群聚在一起，而灾祸连续的发生。这时候高天原上800万诸神已经慌了神，于是他们群聚在天安河边商议引出天照大神的事情。800万诸神做了很多的仪式，也做了很多的道具，想要把天照大神请出来，或者说是引出来。他们要求一名为天殿女的女神在一个倒着放的桶子上跳舞。天殿女因为跳得太过于卖力，衣衫都已经松开，她半裸着在那里跳着舞，自己却浑然不知。800万众神看到了这个滑稽的场景，便哄堂大笑起来。在山洞里生着闷气的天照大神好奇自己为何不在，众生还能如此的快乐。这时一个神明站在洞口，大声地对天照说：外面来了一个和天照大神一样光明而又强大的神明啊！天照非常好奇这位神明是谁，于是打开了岩石缝，向外偷偷的张望。就在天照大神偷偷张望之时，众神抬出了神镜。天照大神看到是自己的仪态，便心生欢喜，走出了山洞。从此天殿女的舞蹈被认为是日本舞蹈的起源，后来发展成为祭祀活动，被称为神乐舞。每当人们祭祀神明的时候，都会跳起这种舞蹈，以祈求神明的保佑。虽然天照大神在洞穴中走了出来，但须佐之男却被赶出了高天原。须佐之男四处游荡，有一天他来到了出云国。当他经过这里的肥河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有人在哭泣，寻找后发现是一对老夫妇在安慰一名少女。原来这对老夫妇是出云国的守护神，他们原先有8位儿女，却被八岐大蛇吃去7位，而这个最小的女儿在今天晚上也要祭献给八岐大蛇。须佐之男看到他们的女儿祈祷田姬长得非常美丽漂亮，于是须佐之男答应为他们除掉八岐大蛇，但条件是除掉八岐大蛇之后，他们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。2位老夫妇连忙答应，于是须佐之男伪装成少女的模样，并请老夫妇2人准备了8坛烈酒。当到了晚上，八岐大蛇准备要吃掉他的时候，忽然闻到了坛中有酒的香味。八岐大蛇将8个头各自插入每个酒缸之中，引起酒来。不久，八岐大蛇的8个头都醉了，纷纷的睡着。须佐之男趁着这个机会将他们一一斩杀。当须佐之男用石握剑去砍八岐大蛇的尾部的时候，石握剑竟然出现了一个缺口。须佐之男大惊，心想到世上竟然有比石握神剑更为锋利坚硬的存在，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将整个八岐大蛇抛开。果然在八岐大蛇的身体里竟然有一把非常锋利的神剑，因为八岐大蛇如果直起身体来，头能进入到云彩里，于是须佐之男给这把神剑起名为天丛云剑。须佐之男拿着这把极为锋利的神剑感叹道：如此锋利的长剑不应该由我来持有啊，应该交给我的姐姐天照大神。于是须佐之男将天丛云剑送给了天照大神，姐弟2人和好如初。须佐之男娶了少女祈祷田姬为妻，从此定居出云国。后来天照大神便派自己的孙子穷穷储尊去管理日本国，从此之后天照大神的子孙就一直治理着日本。天皇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之神意的传说便是由此而来的。而日本国供奉的3个神器
八尺琼勾玉，八尺镜，天从云剑，也是在这些神话中所得来的。在神话史中，天照大神本来是大和民族的神，而须佐之男则是各个小岛所供奉的风暴之神。在后来大和民族征战中取得了上风，于是吸收了各个地方的神话，变成了现在的万神文化。可以说，一个国家的神话是一个国家的根。